摸起來就像是在摸真人富家千金那种没有做過粗活的小手一樣，軟乎乎的，又融合了些許的溫和與療癒感那雙空靈的雙眼似乎洞悉你的靈魂，但是也在對你發出邀請邀請你參與它這個來為你敞開的生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次的 KT 人形美術館的開箱節目，我是院長。今天將開箱的品牌品項是大有來頭的那就是人造人本次最新的發表的頭雕與身體，就是高定版本的洛伊搭配24R 的新身體。人造人作為業界老牌一線廠商常年以修長精瘦、高挑體態為主尤其是那雙細長腿深受不少買家喜愛。头雕五官也一直以那種迷蒙高冷的氣質為主要路線有着原創性與辨識度極高的頭雕風格。這首更新 R 版系列多年下來也累積了不少美麗優雅的產品。而今天在我身邊的這一位美女高定版的執法的洛伊也集合了當前人造人在頭雕工藝的最高水準那麼現在就讓院長來帶大家好好的鑑賞一下吧。好，這邊就先看洛伊的五官我這邊先說我的結論我個人認為不同於同期的井上優奈洛伊在帶着一個成熟女性的陽光性感之餘洛伊就好像來自於高維度世界的通透自然系的美女。當然這樣的感覺自然不單純只是頭雕本身所能帶來的，這裡面有很多的意境是來自於人造人美感的體現如眼口鼻與臉頰的協調指法髮際線髮型與院長我一點小小的發揮等等，來共同組織起來的這種自然性的通透美感。當然洛伊會成就什麼樣的魅力，其決定權還是來自於各位買家們現在就來看看今天這款執法高定版在工藝上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呢？第一個我們就來看它這個執法的表現在髮際線的處理上能夠看到他們用了細軟毛來做點綴來完成過渡，它的植眉工藝的效果也是一絕他們也不是用那種中短毛髮來做成型的，而是使用了很多細短毛透過高密度的植入就像那個密密麻麻的毛细孔那個冒出短毛一樣，来集合出這樣一個完整的眉形讓人看可以說是嘆為觀止。因為這款是真屬於這種細瘦身形的這樣的體態帶來的好處是少不了的重量肯定是2開頭的甚至可能比之前的23還要輕。然後人造人雖然將它做的比較瘦小但是仍然給它留了這個還可以的這個肩寬34公分這樣讓它在支撐 XS 衣服的時候體態上能夠帶來不錯的這個視覺的效果。對於喜歡輕瘦身形的玩家來說那就是能夠輕鬆上手的夢中情人白月光啦。也透過這個章節來帶大家也好好的再看一下頭雕跟脖子的銜接上一直都是人造人在整個身體組合形態上很要求的一個重要的觀賞點人造人這麼做我院長我自己本身也是蠻欣賞的因為它能夠更好的去表現整個下巴，包括你的後面的這塊骨頭上面的立體感不會有一種過度就太平緩，然后導致整個下巴跟脖子的銜接角度會變得不自然他們這樣子接立體感更強也更符合大家在看待一個真人體態的時候的一個經驗那我們一樣整個臉我們還是給它看過一遍很多這個很短的小細毛一個一個扎出來的眼珠一樣都是3D 的神童眼寫實眼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嘴巴的部分院長我這邊就先給大家打開看一下它兩邊臉頰雖然說會有些許的影響但是眼睛大小還是在一個美觀好看的範圍所以也影響的不大。關於它的舌頭的部分這邊也都是有的好，那我們現在來講手的部分來給它做一下這個關節測試的表現人造人手指關節具備適度鬆緊，但硬握力偏弱，拿較重的配件時可能會鬆脫。不過手部線條與動態表現相當優美，手腕能上下左右彎折。虎口雖然沒有獨立關節，
掌骨與拇指肌肉仍透過微彎造型呈現自然的手部輪廓。好，那一樣啊，我們來看一下它手肘形变關節角度啊。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手肘在翻掌時候的形变啊。好 OK 啊，这也是沒有問題啊。它這個肘轉的關節啊，應該也是在中間啊，所以它的形變是整個小臂一起帶動的。我給大家看一下哈，好像這樣子，好，沒有問題啊。好，那我們現在往下折啦。我是覺得這一次人造人膠體啊，我這樣子摸下，我是覺得蠻軟的啊。我覺得夾角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哈，肌肉的厚度上壓縮之後，還是有一定的飽滿感啊，所以形變的控制還是不錯的啊，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這個小臂的肌肉跟真人一樣啊。好啊，現在啊，我們來看一下耸肩關節的表現啊。其實人造人的耸肩關節啊，一直以來其實都是蠻緊的啊，所以啊，大家操作的時候啊，也是要按部就班的。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後聳角度哈，哇，有沒有？慢慢來哈，這個院長是第一次啊，角度是有的哈。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這個角度其實已經非常大了哈，虽然說是有點緊，但是它是可以動的啊。這邊可能有30度吧，我们再往前推一下，保守估計應該是前後60度，超過沒有問題的。這個時候往前推就比較，我解鎖了之後比較鬆還是怎樣啊？這邊也是哈，好，往前推之後，前面也有30度。當然啦，院長我本身是不會把耸肩關節推到極限的啦，所以它前後加起來應該是90度沒有問題的哈。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些皺褶了啊。好，那就是它耸肩關節前後的表現。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上下的表現怎麼樣吧。院長我已經把它的耸肩關節上下聳的角度啊調好了，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它這個上下高落差大概有多少？也是有大概7、8公分左右。不過人造人的耸肩關節啊，因為比較複雜一點，所以大家在做動人造人聳肩關節的時候啊，一定要小心啊，仔細。現在來看一下它的下半身關節啊，就是它的髖關節跟膝關節。這之前啊，我這邊先捏一下哈，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膠體的柔軟度啊。院長我這邊啊，先把手這樣插進去一下哦，就是帶有一點點的指甲哦，切它這個肉最厚的地方哈。本身呢，我這邊指甲縫也不太會留下痕跡啦，代表說它的膠體的回彈性啊是不錯的。我自己這樣子掐下去之後，掐到它裡面的減重內膽的柔軟度算是中間水準吧啊。它這個肉厚啊，大概有2、3公分左右吧。它這裡也是有做減重的內膽。現在來看一下它的關節表現啊，這邊大概是好用的啊。好，可以拉到這個角度啊，我大概也是到極限好用的程度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你腿開之後啊，它是可以壓更低的啊，因為它的關節設計上就是這個樣子啊。當然我們這邊就不再去壓了啊，因為這邊已經到了一個大家在實用性上啊比較常會用到的角度了。既然能夠輕鬆做到的話，那我覺得這個是關節表現是沒有問題的哈。那既然已經到這樣水準的話，我們就把它的膝蓋也把它往下壓一下吧。現在低於90度之後，膝蓋的部分的肉的形變還是處於一個飽和飽滿的狀態啊。那再壓的話，它的極限角度可以到這裡。好，哪怕是極限角度啊，它還是有一定的飽滿程度。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重量是多少。好，現在開始測重量啊。依照慣例，院長我先測我自己的啊。今天先上稱一下哈，看一下院長我今天是多重了啊。好，今天是88哈，好發了啊。好，現在咱們的洛伊要上稱了啊，看一下，117.2，剛好是29公斤啊，維持在2開頭啊。回想一下，大概跟23差不多吧啊，但是啊還是在2開頭，所以它仍然是屬於一個體態比較輕盈比較適合對於重量比較敏感的玩家了啊。這次在大軀幹的關節鬆緊度上如手臂或者是髖關節角度與鬆緊度表現上都是非常好的。只是在玩家級的這個領域裡面，這個聳肩關節系統有這種偏緊的狀態大家操作時要確保這個做動順序要正確避免聳肩關節打結或者卡死另外要說的就是24的手指還真是又嫩又秀氣
啊，配合它這個胃夾印手啊。講到這個啊，人造人的胃夾印手，這個該怎麼說呢？這邊院長我發表一下我自己的觀點啊，人造人手指骨它採用獨特的這個賽鋼材質，它握力啊是並不強的，感覺在設計上它本來就不打算將持握硬重物這種情況啊給納入，反而更側重在它這個手指線條的形變啊與美感，還有操作手順等等。而賽鋼手指關節啊，它獨特的指關節鬆緊度啊，似乎也的確它不需要靠夾印膠體來與其抗衡啊。這樣的狀態啊，不禁讓院長我回想，就是我們過去幾年啊，娃娃拍照經驗啊，事實上我們還真的很少採用就是讓娃娃手持這種剛性的或是與重量很強的物品來做拍照或擺設。當然，這是屬於我自己個人見解啊，這件事情的解讀啊，還是因人而異的。那回到今天開箱的產品啊，除了剛剛提到的之外，還有就是這次24R身體在柔軟度方面啊表現是更好了。它是屬於一種快回彈性的膠體啊，支撐性不錯，但是它又提供了如真人肌肉放鬆後的這種柔軟手感，整體表现還是非常不錯。整個品相啊，除了個人的主觀體態審美之外啊，基本上也沒什麼好挑剔的。這樣的自然細啊通透這種美女啊，是否有讓大家有心動的感覺呢？啊，如果想進一步確認這種感覺啊，那麼我們洛伊將會在 KD 台東店上線展示，然後南北兩店我們也將會跟進進駐24R，比如說是井上優奈這樣子，全台想看的朋友通通都有，馬上上我們的官方客服預約來電鑑賞吧。如果覺得今天的介紹內容不錯的，也請幫院長點個分享，按個讚，留個言給我們頻道留下你最直接的支持。那感謝大家。好了，那麼今天的內容也到這邊結束了。我們下一次開箱影片再見了拜拜。